顾总的白月光回国了。总裁妈把支票递到我面前，正主回国了，你这个赝品也该退下了。1000万，离开我儿子。我凝视这张支票，皱起了眉。怎么嫌少？2000万，离开我儿子。我倒吸一口凉气。3000万，你再不同意我就……好，我离开。我打断总裁妈的话，咱主打一个见好就收。其实1000万我就很满足，谁料到总裁妈自己坐地起价上了。按你说的来，我今天就能收拾离开。不过我有2个要求。总裁妈狠狠皱眉，露出意料之中，我果然如此贪得无厌的表情。第一，我不要支票，只接受转账。第二，关于这笔转账，我们需要签订一份赠与合同，并公证。我话音刚落，只见总裁妈舒口气，立马打个电话。2分钟后，顾氏管家带着合同闪现。我按照昨晚律师教我的，仔细看了赠与合同内容，确认没问题后，点头签字。为了今天这事，昨天总裁妈约我，我特意订的公证处隔壁的咖啡厅，所以公证也完成的很快。一切做完，手机响起愉快的短信提示音，显示银行卡到账3000万。这就是顾氏速度。我友好和总裁妈挥手告别，尽管她没理我。目送她离开后，我就飞奔去税务局。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纳税完毕，看着银行卡余额，这税扣得我肉疼。不过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我昂首挺胸走出税务大厅，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招手送别我，仿佛在说欢迎下次再来。左脚迈出税务大厅的那刻，手机适时响起。尊敬的李小姐，你好。哦，是航司的接机专车到了。我李冉言出必行，答应总裁妈今天离开，就绝不会拖到明天。从订头等舱机票到机场安检登机，一路丝滑无比。这导致我拿出手机看微信时，飞机已进入平稳飞行模式了。顾怀的消息赫然跳出来，叫阿姨收拾一间房，晚上白月住过来。这已经是2小时前的消息了。下面还有2条，分别是1小时和半小时前发的。第一条只发了一个问号。第二条，李冉，你又在闹什么脾气？我只是忙着收你妈钱跑路，没注意看手机而已。不过我心头一惊，顾怀要带白月回去住，那岂不是就发现我不在家，以及家里家徒四壁的现状？毕竟上周得知顾怀、白月光、陆白月回国的消息后，我就没闲着。顾怀去机场接陆白月，我再联系二奢上门回收。顾怀带陆白月出席各种活动，我在估价卖首饰。顾怀宣布陆白月在顾氏集团任职时，我已经清了我在 A 市的所有资产，包括顾怀妈找我砸钱让我离开他儿子。在此之前，我都专门咨询好律师，如何合法安全获得这笔收入。毕竟我知道陆白月当初离开顾怀也是拜顾怀妈砸钱所赐，只是顾怀妈万万没想到，顾怀在陆白月之后找了一个他更看不上的替身，所以由我衬托。如今陆白月回国，顾怀妈倒是能接受他了，只是苦了我。顾怀心不在我身上，他妈又拿钱压迫，我只能抱着平易近人的资产黯然离开。我本想悄然离场，换顾怀和陆白月有情人终成眷属，但现在顾怀为什么还要想起我这号人啊？顾怀有那么多处房产，真不知道他是发什么癫，偏要把陆白月安排到我住的那边。不过很快，顾怀发癫的原因找到了，是陆白月。当我航班落地，等待的间隙无聊刷着微博，微博推荐给我来了一条，月落淮安，回来还是这么熟悉，送他的这幅画也还在。配图是我住了2年多，十分熟悉的客厅。这账号上周关注了我，对应陆白月回国的时间。此后每天，顾怀和陆白月在一起什么事无巨细都在这里分享。我回想着，经过我那一波上门回收，客厅已经非常干净简洁了，除了沙发和茶几，就只剩墙上那幅画了。当时我还问了回收师傅，师傅说那画不值钱，没要。感情在客厅挂了多年的画，竟是顾怀白月光送的，感觉自己头上的帽子绿了，不开心。要喝酒，要点男模。顾怀的消息在发来时，我已经站在 G 市最好的富婆销金窟销魂门口。行，李冉，给我玩离家出走是吧？看来是我这2年太惯着你了。看来顾怀已经发现我打包行李跑了。虽然在我觉醒以后，顾怀送我的东西，我都要他说是自愿赠与的，且事事有录音，款款有备注。
但毕竟顾怀身后有一个集团法务部，就怕他现在发现我携款跑路，使坏追回。所以钱能用一点是一点。更何况面对线下一堆年轻帅气又纯又欲会哄人的奶狗弟弟，顾怀那自大的老男人就显得索然无味。行，我不就冷落了你一周，你就玩消失是吧？云小弟弟英俊倜傥，他非要公主抱我坐到沙发里。谁给你的胆子不回我消息？清源弟弟痞帅不羁，内里热情，拉着我就表演腹肌加核桃。如果你试图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北密弟弟是文艺青年挂的，给我弹 Fantasy Impromptu， 手指灵活极了。李冉，很好。真烦。我左手把顾怀拉黑了，右手也没闲着。清源弟弟要强，非说腹肌加核桃比弹钢琴好看，他让我摸硬不硬。我在奢华大套房里醒来，迷糊按下床头的起床按钮，一群佣人蜂拥而入，从洗漱到换衣的物品一应俱全，有一种穿越到古代大户人家里的错觉。你离家出走完这些，顾怀知道吗？倚在门口的男人戏谑道。男人长着一双桃花眼，高挺鼻梁下是一张薄唇，如果以面相评价人，都会说这是多情且薄情的面相，可偏偏他霍彦深却是这本书的深情男二。按照剧情，陆白月回国后，他和顾怀的暧昧操作气得我伤心离开。随后我来了G市，重新找房子找工作，陆白月暗中捣鬼，让我屡屡碰壁。我就在最狼狈的状况下遇到男二，G市最有钱的公子哥霍彦深，却也是G市有名的花花公子。可偏偏这花花公子却被我坚韧不屈的模样吸引，最开始施以援手，后来慢慢投入感情，最后明知我心有所属，还深陷其中。在剧情的关键节点，他甚至还为了我舍掉自家公司在 A 市的一块大好业务，成全我和顾怀的感情。觉醒后，我才不会任剧情这样发展。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找上霍彦深，最开始是游戏网友，我投其所好，成功发展成他的固定游戏搭子。为了避免他按剧情那样喜欢上我，一开始我展示出和原文中大相径庭的性格。原文里我温柔内敛，和异性说个话都可能脸红。现在我大胆豪迈，游戏里骚话不断，追着长得帅的男孩就要给人家一个家。原文里我善解人意，我没事没关系，对不起挂嘴边。现在我一点就炸，关我屁事关你屁事，别惹你爹我。当然，只靠游戏和霍彦深发展成线下朋友还是有一定难度，但他富二代啊，甚至头上还有个比他更优秀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富二代怕什么？也怕比较，怕他爸不给钱啊。霍彦深就是，当然他现在不怕了。最近几个月或是在西南区域，尤其是 A 市的业务发展的风生水起，里面不乏霍彦深的功劳，更有我的。他老爹一高兴，挥手就要拿几个公司给他管，霍彦深却连连摆手，表示公司不要，钱到位就行了。佣人们已经服侍我洗漱完毕，放下丰盛的早餐出去。此时霍彦深坐在套房的会客厅里吃早茶，十分满意的向我描述他老爹最近对他的好态度。我却不满意了。你傻啊？我一把薅掉他汤匙。之所以觉醒后我还往男二身边凑，我可不是因为愧疚赎罪，更不可能是为了报复男主选择男二。之前我告诉霍彦深的那些商业消息，也不是为了让他逗他老爹欢心，多给他几个零花钱的，而是男二是这个世界我能搭上线合作的最高选项了。目前我从顾氏那边拿到的钱虽然近亿，但这数字在顾霍两家这种财阀眼里是不够看的。我虽然有了这笔钱，但保不准顾怀或顾怀他妈反悔，万一他们想计较拿回去，对上他们这种权势，我不一定能护住这笔钱。我要找霍家做我的靠山，我还要借霍家的力发展。就算觉醒后知道原文剧情发展，但仅凭我个人没有商界资源，从头开始，近亿的资产也只会分分钟被资本玩死。我对霍彦深循循善诱，你想啊，你只要钱，那钱用完了不就没了吗？到时候你拿钱又要看你爸脸色，更何况你那哥哥啊，老精了，你不争，可不代表他不抢。再过2年，你爸要是想全面退休，公司全交你哥，那你怎么办？难道双手一摊，天天找你哥拿钱？霍彦深听进去了，脸色变了几变。那我怎么办？听我爸的，接管几个公司。可是管公司好辛苦啊，我只想做个吃喝玩乐的富二代啊。霍彦深一脸痛苦。怪不得原文里我也看不上你，没事业心，恋爱脑。
一旦自己爹妈倒下，那在大家族里就是人人刀俎的对象。顾怀虽然瞎是瞎，但顾家他掌权，至少是个真霸总。不过两个我都看不上，我还是喜欢云晓的腰，清源的腹肌，北密的手。想着想着就心猿意马了，还是先把这小老弟搞定。我给霍彦深说，没关系，我帮他。在之前几个月的交流中，我向霍彦深提供的当然不只是商业消息，还有切实可行的实施计策。结果他自然也看到了。我让他放心接管家里那几个公司，我当他秘书，保证让他不操心。钱生钱，让他以后吃喝玩乐都不再受制于他爸他哥。条件吗？当然是要给我分利。霍彦深没丝毫疑虑，开心应下我的建议。可以，李冉，不愧是顾怀身边出来的人，还是你有头脑。我翻翻白眼。对了，今天想去哪个场子玩？说到这我可就来劲了。你不是地主，不该你尽地主之谊。你问我，我又不懂。行，哥今儿带你去个新地方。对了，昨晚有几个弟弟，还不错。嗨，哥今儿带你见识更好的。我好像明白为什么霍彦深这么不上进了。我们去的会所，守门的是185大长腿卫兵帅哥，环境也和我想象的灯红酒绿不一样，好像是穿越到中世纪复古奢华的宫殿里，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种高级香味。优雅的旋律在宫殿里响起，是真人现场演奏。不过更让我惊讶的是，在这里还遇到熟面孔。你认识？霍彦深看见我的表情，问我。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靠，这不是去年爆火一部剧里的小鲜肉吗？那段时间我甚至还短暂成为他的颜粉。他也来这里玩？我惊讶，真是人不可貌相。以前一直觉得他是天真单纯奶狗弟弟那挂的。不是，他们都是来这里上班的。霍彦深言简意赅。你要是觉得他不错，一会儿就让他陪你吧。霍彦深一副心疼我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但是我建议你先再看看，还有更好的。说话间，那个小鲜肉还对我 wink， 就差直接说姐姐选我了。我靠，邪恶的资本，堕落的资本，奢靡的资本。呜，我立誓要成为资本。李冉，你选好没有？没有，再等等，我才挑一个。一个不够。游戏我都 1v5， 来会所玩你要我 1v1， 怪不得说人不能乍富。我在纸醉金迷里沉沦，也就1周，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当然，霍彦深那边我也没忘记跟进，他也没辜负我期望。霍彦深在他老爸那边撒娇又认真一番，轻轻松松接手2家公司。他爸让他练手，万恶的资本家和资本家的傻儿子啊！顺心得意的日子过多了，我甚至都快忘记顾怀这号人。直到顾怀再次打电话给我，李冉，这么久了，你知道错了吗？啊，真是会气啊！我忘记把他号码拉黑了，气得我捏了一把旁边奶狗秘书的腹肌。我知道错了，我错了，简直错得离谱啊！早知道离开他能过上这么风流潇洒的生活，我早该离开的。但其实最近我很忙。霍彦深接手公司后，在他爸面前装了2天样子，后面就是个甩手掌柜。我整天忙着公司的事，甚至都没时间去玩。不过好在忙着也收获了很多。霍彦深爱玩，他爸也知道他德行，所以当初交给他的公司并不算霍家的主营业务。其实就算这2家公司被霍彦深玩没了也没关系。不过运行一般的公司在霍彦深接手后却蒸蒸日上。霍老爷子当然知道霍彦深的水平，他也知道霍彦深身后的我。我还记得上周霍老爷子把我叫去霍氏总部，一路上我内心还是忐忑的。我不知道他会把代替霍彦深掌管公司的我看成什么，但我着实没想到他会把我看成霍彦深的心上人。尽管我解释不是，但他一副看透一切，深感宽慰的样子。他告诉我，霍彦深从他妈妈去世后就一副游戏人间的样子，没去过1天公司，只会在外面吃喝玩乐。他骂也骂了，好话说尽都没用。直到几个月前，我和霍彦深产生联系，他看到霍彦深身上的变化，即便霍彦深现在依旧吊儿郎当，不太去公司，但至少他对经营公司是稍微上心了，这就是好兆头。霍老爷子说他对我有所调查，知道我曾是顾怀女友的事情时，我心里咯噔一下。麻蛋，顾怀这段黑历史。但他却转而说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我把霍彦深往好的带，当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那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意思是可以许我部分利益。话说到这里，我大概猜到霍老爷子知道我在外悄悄办公司的事。没错，拿着从顾怀那里薅的大笔钱，我当然不能只老老实实给霍彦生打工。虽说霍彦生公司实际把控都在我，但在公司内任职，即便能暗箱操作谋到自己兜里的利益，总归是提心吊胆且无法长远的，能获取的也总是有限。所以我用手里现有的资产办了个小公司。至于业务，当然是围绕霍彦生公司的产品，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当然价格嘛，对比外面的公司，我省了公关费用，省去很多成本，能给到的报价甚至更低。在同等配置下，霍氏没理由不选我。毕竟我打算和霍彦生利益绑定，所以这事我也和他提过。这小子当时也混不吝，挥挥手任我去搞，只要我做到当初承诺他的就是了。按他话说，谁赚钱不是赚，钱能给自家兄弟赚更好。既然霍少爷都这么说了，那我当然就放开手脚干。没错，现在在霍彦生那里，我就是他兄弟，所以对于霍老爷子看啥都准，却唯独死磕我是霍彦生女朋友这事，我也不理解。谁家好男朋友天天出去花天酒地，让女朋友一个人苦哈哈泡办公室管公司啊？不过不管霍老爷子怎么看，只要当下环境有利于我，什么都好说。我听了霍老爷子的话，自此也开始卷霍彦生。至少在当下来说，有霍彦生才有我的锦绣前程。于是霍彦生去酒吧，酒吧遇上消防检查；霍彦生去夜总会，夜总会遇上警察查黄赌毒。最离谱是霍彦生去游艇上开派对，游艇断电了。我他妈活20几年都没遇到这么多离谱的状况。霍彦生坐在跑车里，崩溃的抓头发。我抿着唇看他，一脸严肃。兄弟，其实有个事情，我不得不说。霍彦生疑惑的看向我，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况且别的不说，就说这些部门出动检查吧。你想想，曾经你霍少在的厂子，什么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就算不给你面子，也得给你爸面子。他们什么时候让你配合过？那都是相关部门配合你。听到这里，霍彦生也连起表情，认真思索起来。还有游艇这事儿啊，你想想，那可是你的私人宝贝游艇啊。按理说，该是天天有人精心维护着。你说，怎么有断电这么离谱的事发生？经我这么一说，霍彦生立刻警惕起来。难道有人想暗杀我？算了，笨也有笨的好处，至少好忽悠不是。我告诉霍彦生，他没关心过霍氏的发展，他不知道。其实霍氏现在在走下坡路了。我们目前经营的这2家公司，好歹也是和霍氏挂钩的子公司，中间少不了业务往来。所以我很清楚，就是因为霍氏走下坡路了，所以这些人都开始不把他霍少放在眼里了，都开始怠慢他的游艇了。再往后呢，他霍彦生是走在街上都能随便被人踹一脚，被狗尿一泡的角色。更何况，难道你没发现最近你爸头上添了很多白发？霍彦生在回想，迟疑地点了头。他操心啊，累的。想想这么大岁数了，儿子不成器，自己公司还可能要破产，是我也愁得睡不着觉。霍彦生脸上难得浮起一丝愧疚，他薄唇紧抿，随即问我，咦，我爸长白头发，你怎么知道？我睁眼胡诌，电视上看见的。开玩笑，虽说天天叫霍彦生他爹老爷子，可他模样一点都不老。毕竟霍氏集团的掌舵人，身后有一整支团队照顾他的身体，是以60好几，仍是满头青发。为了改造霍彦生，霍老爷子还是特意配合我去挑染的奶奶灰。难得的，在发现自己老爹生了白发这天，霍彦生没有出去鬼混，而是回到霍家老宅陪老爷子吃了顿饭。不知道他和老爷子聊了些什么，反正情绪价值肯定给足了。因为当晚霍老爷子的秘书就通知我，收拾陪霍彦生去霍氏集团总部工作。另外我自己那仨瓜俩枣的小公司，未免我分神太多，顾不上小霍总。于是霍老爷子决定注资进来，这意味着以后霍氏及其旗下子公司与我公司的合作将放到明面上支持。霍氏注资的操作，无疑也给业界释放一个信号，这小公司有霍氏在背后撑腰了。嘿嘿，又上一层楼。我这边公司蒸蒸日上，我请霍老爷子帮我把关，找了2位职业经理人，也算是无后顾之忧了。霍彦生在家里要破产的焦虑中也越学越好，霍老爷子倍感欣慰。卡里蹭蹭蹭上涨的资产就是我的发动机。
每天都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像我这种大忙人，已经完全忘记顾怀这档子事了。在我把他的手机号拉黑后，他确实消停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他又跟死灰复燃一样，变着法的用其他号码骚扰我。我好歹也是个小老板兼集团高层了不是，工作电话繁多。虽然号码有设置白名单，陌生电话打不进来，我的另一部电话也有我腹肌男蜜严格把控，但架不住顾怀这狗，他用业界张总、李总、徐总的电话给我打，打完了又不说话。我喂半天，最后只能听到张总、李总、徐总讪向我道歉。不好意思，李总，刚刚是顾总借我手机，好像是拨错了。干，真是神经啊！但我还不想和顾怀彻底撕破脸，毕竟在商言商，顾氏集团在整个西南区域影响力挺大，我要往西南开拓业务，绕不过他。虽然没他也行，但如果他对我有点愧疚，我做起事来事半功倍，所以也就任他发癫吧。甚至后来看见他点赞我微博，我都没拉黑了。有时无聊，我甚至一边搂着小奶狗，一边随意发些伤春悲秋的微博。顾怀跑来给我私信，我全都已读不回。主打一个玩弄情绪，就让他浮想联翩，让他愧疚，让他猜去吧。不过我以为顾怀已经很神了，没想到陆白月更颠。他微博发了一张引人遐想的照片，照片中他穿着吊带真丝睡裙，酥胸微露，对镜自拍。不过亮点却在他身后的床上，顾怀斜靠在床上，闭眼小憩。配文是你的白月光，也是你的朱砂痣。我截图，然后赶紧退出。是慢一秒，都想洗眼睛并感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蠢货的地步。不过我大概能猜到他搞这出的目的，毕竟按原文剧情，陆白月回国使绿茶伎俩让顾怀赶走我后，他依旧没完没了的成天发仅我可见的微博，内容千篇一律，都是和顾怀一起的日常，每天早中晚都发，比打卡博主还敬业。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他发的是仅我可见，那是因为走原文剧情，我和顾怀和好后，有次用他手机刷微博才知道的。不过原书里再过分，他也没发过这样的内容。我想可能是对照原文，顾怀对我的态度变了，对他也造成了影响。想想自己被原书世界控制的窝囊脑，曾经看到这些没少情绪内耗。现在我可不得了，我用截图照片发了条微博，艾特顾怀。顾总，真诚建议，为了顾氏股价，管好你的女人。我也没想到，随手那么一发，竟在网上掀起不小热度。我正忙着开会，助理告诉我，井号顾总管好你女人井号的话题在网上火了。他提醒我登微博。好家伙，怎么我微博都爆了？待我仔细一看，哦，原来陆白月出来强行给自己挽尊。他发微博阴阳怪气，大概意思是说我嫉妒他。更搞笑的是，网友们分成两派，一边是哇，姐姐真美，真是郎才女貌啊，有些老女人就是嫉妒才乱艾特吧。一边是有一说一，这位姐提醒的没错啊。这种照片流出，这位顾总封不封留另说，但至少说明他连身边人都管不好，要我是投资人是很难放心把钱放到他公司的。我盯着屏幕 ，what？ 老女人？少轩，我老吗？我问助理。姐，你在开什么玩笑？上次饭局小霍总带的那大导还邀请你去他电影客串学霸女大，你忘了？我摸摸脸，也是哈，1年7位数的美容健身费用可不是白花的。会不会是你微博认证导致网友这种猜测？少轩猜出我为什么会有此问，他打开我主页介绍，霍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公关部提议公司品牌营销路线可以借鉴米氏。这2年米氏的高管纷纷开通社交账号下场营业，给品牌带来了更多的曝光度和影响力。当时我很支持这个提议，于是公关部就拿我账号去做了认证，也仅是一个认证而已，甚至连形象照都没上传。可我一忙起来，竟把这事给忘了。乖乖，一个 title 就被人臆断是老女人，我比陆白月还小几岁好吧？况且姐姐阅历越丰富越吃香好吧？不过这次热度只要利用好，也是塑造个人形象，打出或是高管营销第一张牌的好时机。我马上召集市场部和公关部会议，1晚上时间，我们制定好应对方案。公关部连夜邀请某大牌明星摄影师给我拍的新形象照，我自己都觉得美极了。按照计划，我个人账号这边只发了一句话：往事不可追，来日犹可期，里面暗含深意。
我曾是顾怀女朋友，我想如果有人深挖，这些信息迟早都会被爆出来。与其被别人爆出，不如主动出击。于是我只发了这条文字微博，公司这边联系的营销号们就顺势爆出我顾怀前女友的身份，并且隐晦透露陆白月疑似小三上位。而集团账号这边配合发布我近期参加会议项目的照片，甚至还转发了一些相关新闻，旨在突出我尽责专业的正面业务形象。如果说之前舆论两极分化，那现在网上声音一边倒。什么嫉妒？之前说姐姐是嫉妒陆绿茶的，站出来挨打啊！我不允许没人看过我理解形象照，智性美这一挂，我好爱。或是你糊涂啊？这么宝藏的姐你现在才发？我姐就是你公司活名片啊！我劝你们这些颜狗再看看李冉的任职履历，你会更爱。不是，所以这么优秀的姐为什么会成前女友？那位还是小三上位？嗨，男人劣根性呗，外面的屎都比家里的饭香。网友没，别只顾着在或是评论区敲锣打鼓了，你们也关心故事。哼，顾渣男。姐妹们，明早起来我要看到故事破产。也不知道对比陆某和优秀我理解，顾怀现在躲在哪个角落后悔。顾怀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不过故事官方账号到现在还没个动静，我还是好奇。毕竟我这边还做了可能和故事打营销战的预案没用上。不过次日我就和顾怀在一个商务晚宴上碰面了，是冀市本地一位大佬举办的私人晚宴，顾怀出现在这里，我还蛮意外的。霍彦深和我一同出席的，他看见顾怀，挑眉打趣道：今天顾氏的股票都绿成青青草原了，他还有心思来找你？我皱眉，我也不知道啊。但要说他纯粹是参加晚宴来的吧。A 市离 G 市700-800里，且这场晚宴的业务属性又和顾氏关系不大。不过顾怀也没让我们疑惑多久，因为他真的就冲我来了，张口就向我解释，陆白月发的那张图是他趁他喝醉拍的，他和陆白月之间没有什么，更不是网上所说的情侣关系。啊，你和陆白月有关系，也和我没关系啊。李冉，回来吧，我知道你生我和陆白月的气，我承认是我之前没分寸了，我更不知道陆白月背地里还搞了多少小动作气你，但我已经将陆白月从顾氏解雇了，你放心。另外，如果你还想继续工作，那在顾氏也一样的，顾氏的副总裁位置我都能给你。可嗨，我正喝着水呢，被呛了一口。不是，我李冉是什么很贱的垃圾回收站吗？况且顾氏副总裁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东西吗？原书中顾氏确实不错，但那是基于顾怀的男主光环以及我这个糊涂女主从男二那里吸取来的资源。至于现在，今天顾氏股票变绿也只是一个开头而已。我不认为一个连私生活都处理不好、识人不清的老板会带领公司越走越好。没记错的话，原书里顾怀主动来找我，还是在我回 A 市之后。离开他后，我在 G 市好不容易站稳脚跟。我一个人在 G 市找工作，一个人找房搬家，一个人生病去医院。陆白月则日复一日被顾怀带着出入不同的高端场所，送他名贵礼物，陪他旅行。顾怀仿佛要攒足劲儿补偿他们分开的那几年，也仿佛是试图通过对陆白月加倍的好，以覆盖这几年我在他身边留下的痕迹。而顾怀主动找我，都是在我回市后了。那时我已经和霍彦深认识，且关系不错。霍家的业务发展到 A 市，他说自己不熟悉这里，邀我同游。和顾怀再次相遇，就在我褪去所有局促与狼狈，转身变得从容得体的时候。但与他重遇，我们又陷入纠缠，陆白月从中作梗。他好像依然辨不出陆白月的绿茶行径，打着爱我的名义，却次次站在陆白月身后。而原书里的我就像被下降头一样，一直和顾怀拉扯，挣脱不出这张网，甚至在霍彦深面前替顾怀争取利益。算了，是自己都想大骂自己的程度，只能用受虐体质恋爱脑作者入侵我大脑来解释。不过觉醒后我就变了，我的择偶权终于不再被原书禁锢，我也不必没命硬找。我再一次果断地拒绝顾怀，但把话说得很好听，我习惯做事留3分余地。留余地不是为了方便以后回头，而是给自己以后做事行方便。陆白月是在晚宴结束时赶来的，顾怀接了通电话，面上颇有些无奈，可挂掉之后，对方不断地打来，最后他摁掉电话，关机。晚宴散场，我们都朝门口走去。
我是在这时看见陆白月的，他被门童拦在外面。看到顾怀，他脸上尽是局促和羞赧。阿怀，你怎么回事？电话不接，他们拦着我。陆白月在看到我之后，声音戛然而止，脸上浮起熊熊怒火。怪不得，原来他也在。李冉，你这不要脸的，身边站着个男人了，你还惦记着阿怀。我当你现在真有本事了，还不是靠着男人？够了，你给我闭嘴。这个时间已经有人陆陆续续的出来，不乏有人侧目看着这边。顾怀看着陆白月，只觉得丢人。他带着歉意看我，想开口说些什么。我莞尔一笑，止住他话头。顾总，还是那句真诚建议，管好你的女人，不要在公众场合给你丢脸。路过陆白月，对上他愤怒的目光，我纠正他。陆小姐，不要以自己的处境揣测别人。我对顾怀没有兴趣。另外，今晚宴会，即使你进去，也只是顾总带来的女伴。我们不一样，我是被主家邀请来谈合作的对象。更何况，顾怀甚至都不愿带你。我建议你，别把矛头指向同性。若我要是你，要么甩掉眼前这男人，要么就借他的力提升自己。说话间，门童已经将我车开过来。我眼神询问霍燕深，霍燕深还沉浸在刚刚场闹剧里，眼里压着笑。你先走，我的车就在后面。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不由想起原书里的一个情节。在我和顾怀复合后，陆白月撒娇示弱，曾让顾怀带他去过一场宴会。那是业内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的金婚典礼，那样的场合基本都是带自己的伴侣出席。前辈的女儿和我认识，他向我发出邀请，说要给我寄邀请函。那时我知道顾怀和那位前辈匪浅的关系，一直到他要出席那场典礼，便说邀请函有了，就不必再麻烦他。可是最后我没等到顾怀伸出邀我同往的手，而是在娱乐媒体上看到现场他和陆白月的同框，笑得甜蜜。我不该放弃自我的。相比原书我那副窝囊样，我还是更喜欢现在，喜欢方向盘永远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我该庆祝一下现在的自由。于是回家的路开到一半，我便发消息让助理给我订场子。姐，找几个陪你喝？7、8个，按我平时喜好选。我想，我一直刘少轩在我身边当助理，除了他人帅身材好，当然还因为他办事从不含糊。但我没想过，他办事过于不含糊，甚至丝毫不质疑我下的指令。于是到地方，我傻眼了。乌泱泱站了一厅的人，营销经理陶赏似的告诉我，全市最顶的货都在这里了。正当我要打电话质问少轩时，才发现我等红绿灯时发去的消息没仔细。7、80个，按我平时喜好选。7、8个和7、80个，乍一看挺像哈。我看着大厅里如人才市场般的盛况，默默算着，这一人敬我一杯，就得把我喝趴了。算了，做个顺水人情吧。我开始打电话，姚总、肖总、欧阳总、李千金、何千金、马千金纷纷邀请。要不说男人总爱喝点酒谈生意呢，这话同样适应我们女人。全剧式的顶尖男模齐聚一堂，把我的姐妹们都陪高兴了。接下来1个月，我轮着号和各种总签合同。只是那晚我狂点80位男模的壮举也被传出去了。没想到第一个找上我的是霍老爷子。尽管最近2季度我都给霍老爷子交出一份漂亮的财报，但他似乎仍不满意。李小姐，你该知道我让你进货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显然你现在的举动太出格了。什么原因？不是因为我很优秀吗？我认真思考，还能带霍燕深越来越好。可你知道为什么我儿子那么听你话吗？那不是因为我们串通演戏，把他唬得以为家里要破产。霍老爷子显然丧失和我继续聊下去的想法，他示意身边秘书拿来资料。如果说我认为觉醒后的自己无所不能，所向披靡，顺风顺水，全靠自己，那这份资料就是来打脸我的认为的。原来我自认为筹谋好的一切，和霍燕深游戏里的相遇，称兄道弟，顺顺利利做起来的小公司，里面不乏也有他自己的手笔。燕深他是真的喜欢你，也是他陪着你走到现在的位置，我想你有必要明白这点。李小姐，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显然你现在的生活我是不认可的。我不希望你伤害到我的儿子。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有2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是嫁给燕深，以后你就是我霍家的儿媳妇。你若想继续在霍氏做事，董事局我也给你留一席之地，但唯一要求是
嫁进我霍家，就要遵守霍家的规矩。第二条是离开燕深，我也收回曾给你的一切。霍燕深他爸是在逼着我嫁给他。原书里我就知道，霍老爷子虽然有2个儿子，尽管大儿子更优秀，但他最疼的还是小儿子。不然原书中霍燕深也没那么大权力干出献出自家业务哄我的蠢事。但我没想到霍老爷子会用逼迫的手段让我嫁给他儿子。1和2我都不会选，若选1，那我那么努力挣脱剧情是为什么？殊途同归罢了。若选2，那我实实在在付出的努力又算什么？霍老爷子经营商海多年，他所说的收回，当然不止收回我在霍氏得到的那一点。霍先生，我都不会选，为难一个小女生有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想法，不如直接找你儿子谈。久居高位的男人许是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衅。在我转身的瞬间，瓷器清脆碎地的声音传来，我挺直脊背离开霍家。霍燕深找到我，我和他无声对视良久，他向我承认一切，和他爸给的资料相差无几。多可笑啊，一直以为自己努力得来的一切竟是上位者默许的赠与。不过没关系，我的目的确实达到了，至少我确实走到了比原书中更高更自由的位置。霍燕深，你没必要为我做到这种程度。如果说原书中作为男二的霍燕深只是深情，那从现在这段经历来看，霍燕深简直是舔狗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试问谁会相信一个男人竟会一边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左拥右抱，一边在他身后默默支持他的事业？如果我说我曾经历过一辈子，那时你在我和顾怀之间两难抉择，你为顾怀失去自由甚至生命。霍燕深抬眼看着我，阿离，比起彻底失去你，我更愿让你选择喜欢的方式，自由的活着。阿离是原书中霍燕深对我的称呼，明明他只叫我李冉、李总或兄弟的。哈哈哈，开玩笑的，瞧把你吓的。霍燕深一阵大笑，打破沉默的气氛。嗨，兄弟，你吓死我了。我给他一记虚拳。顾氏抛售业务的新闻在半年后传来，虽然顾氏对外说辞是为了聚焦核心业务，但业内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1-2年来，顾氏大力投资发展的新业务，其需要的核心技术却被半路杀出的霍氏买下，再加上主线业务增长乏力，顾氏的运作确实愈发艰难。其实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按照顾家这么多年的积累，顾怀也不至于到出售业务的地步，但架不住我有信息差啊。原书里我作为费心费力帮了顾怀很多忙的女主，那自然对顾氏的薄弱环节手拿把掐的，更何况除了信息还有资源，有霍燕深和我打配合，顾氏破产只是早晚问题。我和霍燕深在临河清坝里约了一顿酒，为彼此庆祝。我已经离开霍氏了，而他为了不让霍老爷子给我添麻烦，就答应了他爹由他出任集团总裁的条件。我有时会怀疑那天霍老爷子对我的刻意刁难只是为了逼他儿子接管公司。不过不管了，如今我和霍燕深合作确实很愉快。我离开霍氏时负责的部分连续3季度实现利润增长，也算交出不错的答卷。接着我就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公司，公司一开始便跟着霍氏发展，成绩不错。当然在我全面接手后，也开始开拓其他领域业务，毕竟全力依附他人便是将自己置于险境。顾氏抛售的业务便是我公司买下的，那是我的意难平。那块业务就是原书中顾氏与霍氏重合，霍燕深为了我拱手让出的那块，如今我再买下来还给他。顾氏现在这么难，说是买，顾怀几乎是把那块业务送给你的，也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你是为了转手给我，会不会气死。霍燕深打趣道，我不置可否，现在看来当初没撕破脸，确实给我行不少方便。再次碰到陆白月是在 A 市的一个行业展会上，他在和一位客户交谈，当客户同意签下订单，他难以遏制的压低声音欢喜尖叫。如果说之前的陆白月是柔弱温柔的，那现在的他则坚强有力。他的穿着不如以前那样精致，却透着鲜活的生命力。出展馆时，外面已经下起瓢泼大雨，助理把我送到后，就去了 A 市的另一个方向办事，现在等他过来还要很久。而手机上的打车软件显示着前方排队，大概需要1个小时。陆白月就是在这时出现的。本来在展馆时以为自己认错了人，没想到真是你。这个时间，这种天气很难打到车。
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载你一程。我看向陆白月，他却突然昂起头，避开我视线。当然，如果你喜欢在这种鬼天气里等1-2个小时，当我没说。虎屿山庄。什么？我的地址？我和陆白月一路无话。我想，陆白月还是很讨厌我的，就像我也依然讨厌他。快要到我的目的地时，他还在阴阳怪气，穿那么高个恨天高，天天在外面跑，也不怕崴脚。平时出门都有司机接送，还真走不了几步路。当然，今天是个例外。我反唇相讥，李冉，你说话挺讨人厌的。一道刺耳的鸣笛声划破雨夜暗空，对面的大货车失控般朝右车道撞来。可就是这个说讨厌我的女人，死死稳住方向盘，用她的位置去对抗大车。一阵剧烈的碰撞，天旋地转。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1个小时，也可能是1秒。李冉，李冉，出去！主驾驶传来虚弱的声音。从我的角度看，陆白月甚至血肉模糊。闭嘴！我摸索着，试图先解开自己的安全带，但侧翻的位置让我的安全带卡死。我又试图去解陆白月的。李冉，你别管我！头上流下的液体阴住我的视线，世界变成一片模糊红色。陆白月，闭嘴！李冉，我一直都挺讨厌你的。如果重来一次，我可能还是会忍不住嫉妒你，对你使坏。可是我又好喜欢你闪闪发光的样子。我讨厌你，但谢谢你，李冉。你让我也想试着尝试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原来自己全权掌控的人生真的好爽。陆白月，我们可能要死在这里了。对啊，对不起，李冉，我不该载你的。我也没想到唯一一次向你好心伸出的手，却可能要害死你了。下辈子我再对你好，还你吧。笨！陆白月一边努力说着话，一边挣扎着试图替我松开安全带，仿佛用尽生命的力气。可是来不及了。和我们相撞的那辆大车是一辆油罐车，我听见鼓鼓的声音，大概是油液流了一地。最终刺目的光芒将我和陆白月一起吞噬，世界归于宁静。我从梦里醒来，世界仿佛失声。一本追妻火葬场的虐女主小说赫然摆在床头。我翻开那本小说，原书并没被改写。原来是一场梦。虐文女主哪来什么春风得意，还是为情所困，搓磨半生，郁郁而终的结局。原来是一场梦。是啊，如果放在现实里，既得利益者怎可能轻易让渡自己的权利？男人若是居高位，拥有名与利，又怎么可能单恋一人？更不可能在失去一个女人后追悔莫及，痛彻心扉。男人若能选笼中鸟，又怎会心甘情愿自己化身女人的踏脚石？祝他踏山巅。不管是原书还是我的梦境，都美化了男人，也将女主看得太低。我赤着脚走进浴室，用火机点燃这本小说，看着它一点点燃起，接着熊熊大火，而后化为灰烬。这个世界被我烧了，化成灰烬被冲进马桶下水道。胸腔的余怒未平。我想，小说不该这么写的。我打开电脑，缓缓敲字，同样为我的李冉开启一段人生旅程。我的李冉，他很优秀，坚韧而有力。他吸引到同样优秀的异性，有过几段感情，但感情的波折却不过是他有趣人生中的些许调味剂。世界上不乏有顾怀或是霍彦深这样的男人，但真实的样子是，这些男人只有顾怀的普信和霍彦深的花心。掌控权力的男人并不会为了感情让渡分毫权利。李冉清楚地知道这世界的规则，所以他从不会沦陷在男人的温柔陷阱里。世间万物皆为他所用。虽然向上攀爬很辛苦，甚至难度高于小说和我的梦境，但他永不放弃。他永远最爱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他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往上走，他从山脚走到山顶，一路上披荆斩棘，身上的伤疤长成铠甲，是成长的勋章。有人嗤笑他是男人婆，说他不择手段，说他野心勃勃。他把这些都当作盛赞。在高空翱翔的雌鹰是听不见地面上闲言碎语的，他的视野里是更广阔的大地和更高的山巅。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衷心祝您吉祥如意，万事顺心。